OK， 刚刚有点连不上来，是不是？对对对，刚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出了点问题，但是好像现在好多了啊。没问题，没问题。好，那威廉，我们已经上线了哦。然后会不会很紧张？对，我确实有点紧张，其实。然后刚刚又有点连不上，是不是更紧张？对对对，所以加上这个连不上的问题，是更紧张的。没问题，没问题，不要紧张，因为我也很紧张。你也很紧张啊？理查老师紧张了就放心多了啊。不是，理查老师也紧张，表示是正常的，你紧张是正常的哦。好，威廉同学你好，今天你来参加理查老师的直播直播间的节目哦，很欢迎你。那今天是直播的形式，所以威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同学已经都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同学们的 comments 吗？我看不到啊，现在，但是我估计过一段时间应该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你点一下那个，你现在可能在 private chat， 你点那个 chat 那个地方。对对对，对啊，我看到了，对对对，好，好多啊，很多同学已经来了哦，现在大概70-80位同学来了哦，然后对，那等一下同学的问题我们也要回答一下。不过呢，这个理查老师已经看过很多关于威廉的视频了，目前有非常多的中文老师都采访过威廉同学。那理查老师当然也要这个搭一下顺风车，我也要采访一下威廉同学哦。那这个好，威廉，目前有很多同学上来了，我想有的同学对你很熟悉了，有的同学可能对你很陌生，所以呢，这个在这我想要先请威廉同学呢，不过在继续采访之前呢，我要先跟各位同学说。威廉呢，他已经有个 YouTube 的频道了，所以呢，理查老师要请各位呢，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也不是现在做，等一下直播课之后再做，就是等一下访谈完之后请各位同学到威廉的频道，然后去订阅、去关注。那这里我要先请威廉同学呢，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同学们为什么要关注你的频道？我们同学们都是中文学习者，他们关注你的频道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得到什么样很棒的一些 idea？ 你可不可以告诉各位同学？可以，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这个频道首先就是跟自我介绍嘛，就是我是威廉，然后目前呢是在英国读医学，在曼大读书我中文学了大概2年了。中文学2年了 ，OK。对，然后最近拿到了全英汉语桥比赛的第1名，这是冠军，就是我真的汉语桥比赛的第1名。对对，所以我为什么要开这么个频道呢？就是觉得我有很多学习，虽然我学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但是我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我找到了一些对我来说非常高效的方法。然后我想的是，就是虽然这些学习方法本身就是见仁见智，但是我估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可以分享的这些技巧或者是想法对很多中文学习者来说很有价值。对，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么个视频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故事。而且呢，就是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中文学习者把中文就是学得更好更快。好 ，OK。其实呢，这个威廉刚刚说了，他学习中文才2年。那各位同学可以听得出他中文十分流利，口说的部分非常的流利。那刚刚跟理查老师交流，听力也没有什么问题，非常好。所以呢，在这里帮大家梳理一下，威廉来自英国，学习中文2年了，然后汉语桥比赛得了第1名。太厉害了吧！理查老师去可能都不会第1名。没有，肯定会拿第1名。然后雅正说威廉的口语很标准，不是标准，标准。
然后 Norbert 认识你啊？他也说他说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久不见跟你很熟悉。好久不见 Norbert Norbert 这个要装熟，这跟你装熟，对不对？他学习 OK。你跟 Rita 老师有这个有直播过，应该是上过他的节目，对不对？对，我上过一次，他采访过我一次，然后估计过2周可以再合作一下啊。再合作。Rita 老师的采访是你第一次跟中文老师的采访吗？对，那是我第一次，我那个时候更紧张，你知道吗？更紧张，而且在那之后你就很多邀约了，对不对？对，可能是因为那个视频就火了嘛，然后就火了，就有很多中文老师来找我。对，我最近也是看了很多中文我本来就想要约你了，不过我最近稍微忙一点，所以才拖到今天。不过永远不嫌晚，对不对？对。然后 Norbert 说，以为你的频道是跟医学有关的。没有，跟中文学习有关。我看了这个威廉的频道，非常好。然后陆续他会教各位很多学习中文的方法好，威廉，你等我一下，我先跟一个同学道贺一下这个来自摩尔多瓦这个国家，威廉有听过吗？我从来没有听过呀。好，那你要知道这个国家在乌克兰旁边。乌克兰旁边对，在乌克兰这个国家旁边叫摩尔多瓦的国家，就是这叫李威同学他的国家那他最近申请到南京大学的奖学金了，所以我要先恭喜他一下恭喜这位同学。来恭喜一下他，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些学生都很优秀然后好，OK， 那个威廉同学，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你刚刚已经自我介绍过了所以我就其实大家对你也有点熟悉了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切入学习中文的主题好了那这里我想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好，威廉你自己念一下好了。行，学习中文初期是否遇到困难？好，威廉，这个我觉得普遍中文学习者的3大问题，这是我觉得啦，你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觉得在现场有很多同学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声调，还有写汉字，还有拼音，这可能是普遍中文学习者遇到的3大问题。那我在这里要先问一下威廉同学，你现在是蛮优异的中文学习者，你在学习中文的初期遇到的困难是哪些？你可不可以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看你是不是跟其他同学是雷同的？我觉得我跟其他的同学应该都差不多了吧，就是我当时声调学得非常不好，就是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基本上分不清不同的声调，然后这导致我有一个很明显的口音，就是当我一开口，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我是英国人，你知道吗？好，就是那个这个威廉，等一下，各位同学，威廉现在的口音比我还标准真的，我说实话，比我还标准威廉说话的口音比很多南方的母语者还标准，中文母语者还标准那不过威廉说一开始声调也是他很大的问题。那等一下，威廉，我要问你，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除了声调之外，还有没有是你初期学习中文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所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当我在学拼音的时候，有几个音是比较难学的，就比如说分得清什么绿还有路，就这两个音，对不对？对。这个真的是很多中文学习者最难的绿跟这个这个很难。对，路。还有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例子行，我再想一下。我觉得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还没有转到中文思维，所以当我在开始说中文的时候，我都是通过英文，然后直接翻译成中文，然后说出来。但是你要是这样的话，就这导致你说的没有那么就是你不仅就是说的没有那么流利，而且你也说的没有那么地道。就是威廉，英文的思维会给你怎么样的困扰？给我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说，英文本身的语法是跟中文天壤之别的，所以当你开始就是做英文思维，然后通过英文思维来说中文的话，你可能说的都是，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是挺英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比如说你英文会把时间放在
后面，对不对？对对，这个语序本身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去教室明天。哦，对对对，所以因为英文会把时间的语序放在后面，中文是放在前面。OK，所以中文思维是你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对不对？对对对对。威廉，所以你觉得声调，对不对？是蛮大的问题。对。语法会不会是问题？语法我觉得还行。其实我有一说一啊，就是我基本上从来没有学过语法，我就是通过大量的输入，还有就是我这个所说过的一个填空题的一个学习方法。我添加的，我也说过那个 Anki 在我视频。Anki 对，我知道你有介绍过。对对对，我介绍过这个软件，我不知道各位同学对这个 Anki 有没有那么熟悉。反正它是添加卡片的一个软件，然后我一般都是通过一些例句。一些填空题，然后在就是一个例句的语境中细的词汇。要是通过这么个方式来学新的词的话，很有可能你就是可以跳过那个母语翻译那一步，然后形成这种就是中文思维的方式，就是开始慢慢做中文思维。对 ，OK，这个各位同学，我觉得威廉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威廉从来没有学过语法。那这个很多同学是非常依赖中文的语法，就是他一定要，他觉得要学到中文的语法才有安全感，他学到的才是纯正的中文。那威廉，你学习中文，你不学习中文语法，所以你使用的方式是这个 app，是不是？对对对，其实在这儿我插一句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学过一点点语法，就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就是句子结构基本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就比如说我应该把时间放在哪儿，就是那个语序本身我从来没有学过，就是通过大量的输入，还有就是培养语感来学会。对，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当他们在说中文的时候，他们的全脑子里边不是全是语法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应该把时间放在哪儿，希望是就是你可以靠自己的语感来说中文。语感，对。所以这个威廉，你的意思是说，当你在说中文的时候，你的脑子是不会透过翻译这一道程序的，不会，完全不会。对，你就直接想出来，就直接把中文的句子给拼凑出来。对对对，要不然你肯定说的很慢嘛，对吧？因为你要思考，肯定要思考一下，每一句话都要过脑子。你要是要过脑子的话，这个是很费时间的。对，但是中文的语感其实是不容易培养的，对不对？对，所以很多人会去依赖中文的语法，然后透过翻译的方式，语言翻译的方式来说中文。我同意这样讲话会很慢，而且你要思考，你会先想一阵子。那如果你能够使用到中文的思维的话，我觉得对说话的速度跟自不自然都有很大的帮助。对对，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两点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是没有培养好这个语感，跟你说的没有那么自然。好，刚刚我们提到 Anki 之后，很多同学已经产生了无比的好奇心了很多同学问说，这个 Anki 是不是一个 App？ 然后是 App 吧，是吧？对对对，它是一个软件。所以这个同学们可以在手机下载到。可以的。那它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它一般都是你自己添加一些卡片，你自己写的卡片，然后它是根据一个理论叫做记忆曲线。OK， 这个理论来，对对，通过这个来复习所以这就是它不是靠短期记忆力，而是希望它可以把你这些学的东西放在你的这个长期记忆这里。对，记忆取向是吧？记忆取向。OK， 好，那这个好，有一些同学有问题，白兰同学问，目前住在中国吗？这个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不过你还是回答一下白兰好了。行，我回答一下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目前从来没去过中国，我人还在英国。对，好厉害哦，从来没去过中国，中文讲得这么好，哇！还行。一起说也可以在网络上用 Anki 是吗？对，确实这个东西是手机跟电脑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其实可以就是自动同步到那个服务器本身，然后这样的话就很方便。所以你在手机上
做任何动作也可以同步到电脑去。同步到电脑去，对对对，是这么个所道理。以我可以这样说吗 ？Anki 是你培养中文思维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很好的工具，对对对。我可以说是主要的工具吗？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它是其中的一个工具，我也觉得有其他的因素，有其他的方法。对，就是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边啊，就是哼，大量的输入啊，还有跟朋友们聊天啊，这个我等一下要问你，方式是很明确的方式是什么？不过目前呢，据我所知，在威廉的频道上最新的一集视频也有讲到 Anki 的使用方法，跟他是怎么样利用 Anki 来培养自己的中文思维。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各位同学等一下访谈后可以去看一下他这集最新的视频。哇，好像昨天才上去的，对吧？昨天才上传，很棒。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威廉的频道哦。好，那威廉，我这里要开始问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可以。我有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声调、汉字、拼音、听说读写这些面向去学习中文。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学习方法是针对个别问题去解决？还是你有一个威廉式的万能学习法，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以下所有的学习问题。我想问你是1还是2？你的方法我肯定是1，肯定是1。对，所以没有一个所谓的威廉式万能学习法，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万能学习法，我觉得这是几乎不可能的。要是有别人想得出来的话，我也很想知道。拜托教给我，对不对？对，拜托，赶紧跟我讲一讲。所以威廉，我现在知道了，其实你也是针对各个问题去找出一种学习法，然后个别的方法去突破你的困难，是吧？对，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对，完全可以。那我现在就希望你能够具体的告诉我们啊。大面说有没有耳机？他会说有点 high pitch， 是不是？是吧？所以威廉，你现就是声音可能有一点就是高音的。对，你有耳机吗？你有耳机吗？我现在没有耳机啊，我不太说。那没关系，我觉得还是听得清楚，对，没问题。就好。好，大面没关系，你就尽量啊，那个喇叭开大声一点啊。好。Grace 说第一次见到英国人说中文这么好，这个我跟你讲，威廉讲话口音比我还标准呢。可不敢。好，来，威廉，为什么我要这样提？是因为很多同学特别对声调有一些困难，对写汉字，对拼音。我想你基本上都已经克服这一些学习上的困扰了哦。那等一下我也要大概针对听说读写，希望你提供以下具体的你的学习的方法，如果有的话，因为有的方法可能是可以一并解决的，像听力跟口说好像是一体两面，你好像你听力进步了，口说慢慢也会进步。对，所以针对声调的部分，你是怎么样去？因为你说你学习初期有很多声调的问题，那请问在声调上你是怎么样去进步呢？我是通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方法，就比如说系统学习我的朋友们会给我反馈，就是纠正我的错误，然后同时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特别有耐心的华裔朋友，其实他坐在我旁边，他也正听着，他坐在你旁边，现在就坐在你旁边。对，然后他就是特别有耐心，一直在纠正我的错误，就是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他怎么纠正你的声调的错误？就比如说就是我说错了一个字儿，他就稍微纠正一下，然后让我模仿他。对，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用这个我所说的这个 Anki 例句的方法积累例句，而是学就比如说某一个词儿，就比如说就是2个字就是组成的一个词儿，然后那个时候我放了一个语音，就是在那个 Anki 卡片上嘛，然后就是一直模仿，然后看那个拼音，然后就是慢慢培养那种就是声调的感觉，对，然后通过就是多听，然后多模仿，多模仿变好了，对。声调这种东西，威廉，你觉得跟母语者
做练习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也不只是声调哦，关于汉字我们就先不说。我觉得这个在属于中文的单词或单句方面，威廉觉得跟母语者交流非常重要，对不对？对。那我们再加上不止，我们还加上听跟说，是不是？我觉得这些可以放在一起讲，就是说他们跟母语者这些技能跟母语者交流上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以你个人的经验觉得？对，我觉得听说的话，我们可以放在一块儿啊。对，我觉得就是大量的输入很重要，然后就是也得输出嘛，就是也得有更多的机会，对，要开口，对吧？我觉得大部分的中文老师都非常强调 input，然后不太去讲 output，但是我个人觉得 output 也非常重要。对，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 like strike a balance， 要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我一直 input， 然后我忽略了 output， 或者是我 input 一直进来，output 自然而然就毫无错误的讲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 strike a balance 的状况。对啊，你必须得达到一个适合你的平衡。我在这儿插一句啊，其实我知道这方面有点争议，就是很多人说的是，就是你大量的输入就好了，然后自然而然有一天你就突然开口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是我个人不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是从我学中文的第一天开始，每天说中文，我坚持了2年，对我没有错过一天的时间，就是每一天都在说中文，每天都在说中文。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每天练口语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我觉得声调跟拼音可以放在一起说。那威廉，你的练习方法是跟你华裔的朋友一块练习，然后后续又加入了 Anki 的训练方式。对，所以我可以说这2块你是透过这2种方式去学习吗？对，还有就是我搬到曼城的，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在我老家嘛，就是那个时候我刚高中毕业了，没钱在家里边无所事事，就是那个时候是疫情期间嘛，就是整个英国都封锁了，对，然后后来搬到了曼城之后呢，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中国朋友，他们也给我反馈嘛，我觉得反馈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他们一直纠正我的错误，就是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就是需要一个，就是对你比较严格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比如说他说的，其实为你一开口，我就能听得出来你是外国人。那威廉，所以你到曼城去认识了很多中国的朋友，然后有一些朋友对你是非常严格的。对。OK， 好，所以威廉，我可以这样说吗？中国的朋友跟你一块练习口语，大大的让你的声调跟拼音进步了。然后再加上 Anki 这种方法，对，可以这么。当然还有其他的 input，对不对？好，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给各位同学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就是各位同学，你真的要把声调或拼音甚至口说练好的话，跟母语者交流是绝对需要的。对，你不可能在家里闭门造车，就是你在家里自己听一听，你就会讲得很完美了。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各位同学，对，尤其是有很多发音的方法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威廉，我知道你跟另外一位中文老师有做一个视频，你们会有讲到那个声调的变化，对不对？像各位同学，你们读3声3声，你们就会3声3声读，但是这个要变调，会变2声3声。你如果自己在家里面闭门造车自己读，你就会念3声3声。这跟母语者说话的方式是不同的。对，好，对，我觉得有很多细节，你要是没有很多中国朋友的话，很有可能你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比如说，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也跟中国老师讨论过这么个话题啊。是我觉得中文基本上有2个3声，就比如说句子中间的那个3声，你可能你发的是一半，不是完全的一个3声，然后句子最后面的3声可能是有点不一样，就比如说就是我们所说，就比如说历史嘛，我们会说的是，如果在句子最后面，我们可能说的是历史，然
然后把那个三声都发得很清楚。但是在句子中间的时候，你说的有点，就是大家都说的有点快嘛，对吧？就是可能因为语速的原因嘛，所以我们可能只发了一半儿。对，像这些东西在英文也有连音，那在中文也有我们这个说话的习惯，三声基本上都会在句子或句尾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个东西，各位同学你自己学是学不到的，你一定要多听母语者聊天。对。所以各位同学，这个我蛮认同威廉的，在你的 input 的过程中，请你尽量找母语者跟你一块学习，不管怎么样都尽量去找到母语者学习哦。好，那你像有很多同学啊，像那个 CNAP 同学，他们是有创群的，跟有个中文老师然后创群，然后跟这个中文老师练习口语。不管什么方法都可以了哦，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跟母语者多练习。对。好的，好，太棒了哦。然后听说读写，威廉，我想问你，你对汉字的掌握如何？还行吧，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可以看书，就比如说我最近养成了一个看书的习惯。咱就是说我可能是80%能看懂，就是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汉字，不认识的。但是我就是拼音和汉字一起学的，所以但是我不会写，我只会看得懂。对，我看得懂，然后我可以发消息，就是打字什么的。对，打字就可以了。OK， 所以威廉在汉字的掌握上，你在阅读跟辨识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但是你目前还没有练到书写的部分。对。OK，这个是有点争议的，就是很多中文老师觉得手写非常的重要。我个人的想法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大部分的学习者反而会就影响你的口语，因为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手写嘛，对吧？但是我觉得到后面，就是你口语已经练好了之后，很有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就是在你看书的时候，你就是很快就认识那些新的汉字了。因为你通过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方法嘛，你学什么偏旁啊什么的，都对，多多少少有一些偏旁。对。然后我想的是，我要是以后想去中国读研或者是工作还是怎么着，我考虑要学手写。对。所以威廉，你一个学习者的观点是，你建议初学者先不要练习书写汉字书写的部分，但是要学习辨识，对不对？你要可以 recognize， 对不对？对呀，你要是认不出来，那当你想看书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对吧？对，没错。好，我觉得这个方法蛮新鲜的，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听到这里，我觉得我也蛮认同的。如果你像威廉一样，你认为中文沟通是你第一要务，你的 top priority，我认同，我真的认同。因为汉字，你要临摹汉字，要写汉字，说实话，对一个初学者是非常困难的。的确也会消耗非常多的时间。我们学习一门语言，如果你知道时间管理的话，其实可以多层次的增进你的中文能力。但是如果你学了一个非常耗时的学写汉字的东西，但是你的进步却很少，可能也会给你很大的挫折感。我觉得这一点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是中文的初学者，你可以像威廉一样，先着重在可能声调，还有这个发音，还有去培养中文思维，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方法。那汉字上，你们不要急着先去写，对，不要急着先写，你先去辨识，就是你看到这个汉字，你会念，而且知道什么意思就好了。对。但是一开始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我要把它写会，因为那个好像中文字像画画一样嘛，对不对？等于好像又在学习这个美术课的感觉。对。可能你没有办法 focus 在这个音调或者是中文思维上。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因为威廉你的方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个人认为书写很重要，但是我也觉得不用一开始就学书写，因为那个非常费时。应该一开始要先 enjoy 那个说听还有中文思维，这个我认同。对，我也有共鸣，就是理查老师刚刚说的这些方法什么的。但是
说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说的是，就是取决于你个人的目标。如果 OK， 你的对，目标是就是你想看书啊什么的，那有嗯哼哼，可能手写就是从刚开始到就是你学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都是对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学习方法，对吧？对但是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一直把重点放在口语上，我就是想用中文交流，那是我个人的学习目标。对，所以我还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方面。因为威廉一开始学中文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跟母语者交流，对不对？嗯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是要考 HSK 的，以嗯后的 HSK 新 HSK 是会考书写的，所以这嗯个方面各位同学还是要练一下，你不能都荒废掉，不能都不学。嗯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现在是初学者，而且你以后要考新 HSK 的 HSK 3.0的新 HSK，嗯书写上基本的字还是要会写，因为它会考，嗯它会考，嗯，你也不能都不会写。对对，所以这个我认同威廉说的，取决于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嗯的，如果你不考 HSK，你是想跟中国人交流，那你可以采用威廉的方式。但是如果你要考新 HSK 的话，势必你还是要会书写一些基本的中文字啊，非常好。嗯好的，很多同学都说很好的方法哦。好，我们的 Zabby 也说这个面试啊，这个访谈啊，哦好，威廉，这个我觉得我们聊到听说读写，还有这3个普遍初学者会遇到的问题了。那你也提供大家一些学习的方法，这嗯个我特别好奇哦，因为理查老师是属于比较实用主义的人，我比较嗯想要知道你实际上在学习中文采取了什么行动，做了哪嗯些事情。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威廉，你是医学系的学生，对不哦对？你很嗯，忙，对不对？是吧？没对对有很忙，对，没有，我挺忙的，你挺忙的，不好意思，赶快刚刚走神了。威廉是医学系的学生，我们都知道医学系是非常忙的哦。那还有威廉还有女朋友，对吧？是的，交女是的，朋友是很忙的，大对对，家都知道，有交过的都知道，原来是，超忙的。我们要陪女朋友去购物，要陪女朋友去逛街，好忙啊。威廉还有很多好朋友，对不对？还要跟好朋友去聚会之类的。出去玩什威廉，么的，你还有时间学中文吗？我还有时间好，对，所以我现在就想问威廉一个问题：我啊，们现在有很多同学跟你一样好忙，嗯但是他们会说的一个理由或借口或嗯抱怨，就是我没有时间学中文。但嗯是各位同学，你们可能没有威廉这么忙，我觉得威廉很忙，但是威廉还有时间学中文。所嗯以我现在问威廉一个问题：你到底嗯怎么安排你一天的时间？嗯然后我希望你可以非常的 detail 的告嗯，诉我们当然什么上厕所那个不用啦，睡觉那个不用，那个不用了是吧？早上、早上、啊中午或下午哦，晚上，你是啊，如何安排自己一天的生活？都行，可以说，因为我也想知道，比如说你有些时间是要读医学院的书啊，嗯那你怎么样抽出多的时间来安排你的中文学习计划呢？嗯。所以请告诉我们，也让很忙的同学说服自己，我还是有时间学中文的。行，我尽量劝大家哈。不过我觉得白兰的问题我知道，你每天至少会学2小时中文吗？对对对，1-2个小时左右。那个算是就是 Anki 上专注的学中文。哦，专对，注的在 Anki 上学中文。对对，但是不是在这儿就是我不仅仅是那段时间啊，我也有就比如说会利用碎片时间来听播客呀，或者OK，看 YouTube 视频啊，就是看书啊等等。这反正个威廉，我可以这样问你吗？你早上啊，做了什么？你早上怎么安可以可以排时间？我可以可以可以，这样问吗？你可以对，就是我们你的从早确是这样上开始。你的确是这样安排生活的吗？你是对，这样的人？对，我就是这样的人。好，那太好了，来，早上你做什么事情？行我早上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的这个起床流程。对我来几说点起床？挺重要的。然后做什么事？比对，如说太晚起床的，你们就要早点起床了哦。对对，我一般7-8点起床，然后OK 也不是太早，对吧？还 OK 好。的时间，7-8点。
正常人。啊，对。然后起床了之后呢，我马上去洗一个冷澡。我为什么洗冷澡呢？大家的我知道英国人都早上洗澡，对不对？对，很多人都洗澡，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儿是，我洗冷澡。我为什么洗冷澡？你洗冷水澡，对不对？冷水澡，对。为什么你要洗冷水澡？因为就是虽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洗冷水澡对是医学院的，你要有一些好处，但是就是有一些研究发现，就是有可能是侧面的证明，就是可能对身体有一些好处嘛。然后同时呢，就是主要的原因是我洗冷澡的时候，我就是一下就变得特别清醒，这可能是因为头脑会马上清醒，对不对？对，会马上清醒，就是因为你洗冷澡的时候，你身体要适应这么个温度，对吗？对。然后你就是开始产生什么肾上腺素啊，还有其他的荷尔蒙、其他的激素，肾上腺素啊，好厉害，达到一个平衡。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就变得非常清醒啊，所以那是我冬天你也洗冷水澡吗？其实这个习惯是我这2个月才开始养成的，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坚持下去，我也希望坚持到冬天，对不对？因为你是夏天开始的。对。我蛮认同的，因为我夏天我也洗冷水澡，洗完就头脑很清楚。对。好，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学哦，早上起来7点多起来，去那个洗冷水澡，然后你就清醒了哦。好，然后呢？然后第2件事儿就是喝杯就是刷牙什么的我就不说了，好吗？对。行 ，OK，然后第2件事儿就是喝杯咖啡，然后喝咖啡，看会儿中文书。对，我就是每天早上看会儿中文书，大概几页。对，怎么样的书？小说还是学习书？没有，就是我一般是希望就是我可以看那种就是对我生活中有一些帮助的书，所以我并不是说小说不好啊，对，但是我挺喜欢学到新的知识。我目前看的是一本书叫什么来着？会说话的你就会赢了。OK， 所以是比较属于可能我觉得主题可能比较多样化吧。你只要你觉得对学习中文有帮助的就可以了。对，只要对中文学习有帮助。简单说就是阅读，对不对？就是洗完冷水澡泡一杯咖啡之后，然后你就开始中文阅读。至于阅读哪一类型的书，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去自己选择。只要你喜欢，对学习中文有帮助，那这个是增加阅读的能力。而且是自己有兴趣的书。对。那各位同学，你也可以泡茶，不一定要泡咖啡哦。然后呢？对，然后看完书呢，我吃早餐之前，我列出我那一天要干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任务，把它们都列出来了。然后我要搞清楚那个学习或者是工作的那个重点我要放哪儿。所以你在阅读完之后，你会拿一张纸，然后去写我可能早上、下午、晚上要做什么，就是今天的生活会安排，会做安排。就规划一下我那天的生活。那你的生活跟我蛮像的。好，然后呢？就知道我们俩会有一些就是相同的地方，你知道吗？对。好，然后呢？有人问说是要喝冰咖啡还是热咖啡？大家现在完全模仿你的生活模式。你不能完全模仿我的生活好吗？我觉得这样的话太不好意思了啊！这个大面都可以啦，你喜欢喝什么都好了。对。然后呢？对，重点并不是在那个咖啡热还是冷，好吗？然后你定计划之后，你就去吃早餐了，对不对？对，吃早餐之后我就马上开始工作。威廉，我问你，你每天都会这样做？对。我问你，你是自律性很高的人吗？你很难。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是自律性比较高的。对，我觉得学习语言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self discipline 非常重要。好的，那吃早餐吃什么我们就不提了，免得大家模仿你。吃完早餐你做什么？吃早餐大概几点的事情？9点，我就9点开始就是如果是我在漫长然后开学的话，可能是去上课呀什么的。对，但是我们就得看我在哪。以现在你在放暑假对吧？以现在来说，你9点后做什么？9点，我要么给我的这些中国同学上英文课，我目前就是干这么个兼职对，这些同学是在网上课还是就在你身边？网上的课。
对，网上的就是线上的，对，或者是如果那天没有客户的话，我可能是马上就开始学中文，就是先把我的那个 Anki 所有的东西都学完。OK， 各位同学，至于你们要怎么安排 Anki 的计划，你们可以去看威廉的视频。你们可以去安排自己关于 Anki 的学习方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哦。那威廉，所以你会有一个多长的时间在练习这个 Anki？这得先，就医学还有中文是分开的嘛，对吧？对，然后中文的话，我先拿中文来说，大概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对。那你花蛮多时间在 Anki 上面的。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好的。然后医学这得取决于我就是这个学习的阶段，对吧？要是快要考试了，那可能是好几个小时。多读一点。OK， 所以9点之后到，如果可能到10点半是你学习 Anki 的时间。那如果有一些医学的书要读，你会顺便读一些医学的书。对。那到目前为止，早上那在 Anki 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已经就是学完医学之后可能是已经到吃中午餐的时间，是吃午餐的时间到了，就大概12点左右。对，然后就开始干下午的事情。OK， 好，威廉，我帮同学们整理一下，早上威廉会经历过的学习中文的部分，第一个，喝咖啡跟阅读，边喝咖啡边阅读，阅读的材料请各位找自己喜欢的，对你中文有帮助的。对，再来吃完早餐之后，大概会花1小时的时间在使用 Anki 上面。那这个可以协助威廉训练他的中文思维，还有一些句子的组成这是早上的部分。各位同学，你只要 follow 一下威廉的这个 learning tip， 你就会说的跟他一样好了哦。好，那吃完午餐之后，现在我们进入到下午因为威廉，我希望就是说给同学们一个比较清楚的做什么事情，因为有的同学他学习中文是没有方向的，对，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很需要个 lighthouse 在那边，对，他希望能够模仿大家的学习方式。下午呢，吃完午饭之后，你是一个会睡午觉的人吗？我一般不会，除非我真的特别困。有的时候我会突然发困，但是这是很少的。一般你不睡午觉。好，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有睡午觉的习惯，赶快把它戒了吧我可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睡的话还是要睡一下下午怎么度过？目前我不是放假了嘛，所以我一般是下午干这些跟我的频道有关的一些工作，就比如说整理一下我下个视频的那个思路，开始写个稿子还是怎么着。还有就是有可能也得上课呀什么的，对吧？给就是教英文是吧？教英文，对。威廉，你现在每天都会花时间在准备频道上的材料吗？不一定，这得看情况吧。现在呢，我花的时间比较少，因为我希望就是我今年暑假我有点忙，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那个全英比赛，然后我赢了那个之后我特别累，但是马上就开始开我的这个创建我的这个频道什么的然后说实话，我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我觉得我还是得休息一会儿所以现在我就是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要不然我怕到最后我就是坚持不下去，没有动力了。所以现在我可能不一定是每天都会写稿子，或者是整理一下下一个视频的思路，下一个视频的材料。对，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会。如果我突然有灵感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坐下来，然后马上就把一个稿子写出来。对那所以之后呢？之后威廉怎么继续下午的计划？行，那现在我不是处于一个休息的比较多的状态嘛，所以很有可能我现在就是看一些中文电影啊，或者是看中国电视剧啊之类的。看中国电影或看电视剧。对，会看一些现在正在流行的，或者觉得很好看的电影或电视剧。是的。大概看多久？
那真的是不一定，每天都不一样吧。OK， 但是你每天都看吗？一般每天都会看，因为现在我没有那么忙，我比较有时间。有空的话你都会看。有空的话我就多看一下，对。所以我真的说不清楚每天看多少，但是你威廉，你觉得看电视剧是必须的？看中国的电视剧是必须的，你觉得？是一个好问题啊，我被问的说不出来话了。对你的中文流利度是有一些决定性的影响。我觉得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还是会模仿那些角色的口音啊。他边讲你就边嘴巴边动了，对不对？对，而且我也会就是自言自语啊，或者是就是模仿他们的这些用词习惯。我觉得模仿中国人的用词习惯也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说的没有那么地道，对吧？另外就是像威廉，你的同学们的口音可能就是那些，那电视剧的主角或角色口音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听多样化的口音是蛮重要的。对对对，因为中文的口音，你像我们这些中文老师，每个口音都不同，都不一样。对，所以这个要学中文口音的适应是很重要的。对对对，这跟我们英文母语者一样，就是其实我们马上就能适应什么印度口音啊，或者是不同的口音都能就是在几秒钟就一下就适应了，对吧？没错。对对对，所以我希望我也可以培养这么个能力。当我在说中文的时候，就是如果突然遇到一个就是普通话说的没有那么标准的一个同学，我马上就能转变过来，就是我能反应过来，对吧？我还是能适应他的那个口音。所以我也特别认同这一点啊。李昌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练听力的时候可以听各种各样的口音。对，因为很多学生他就是每次他找的对象都是发音非常非常地道、非常非常标准的中文老师。但是各位同学，我觉得你跟这样的老师练习久了之后，不标准的中文你就听不懂了，就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因为中文的口音实在太多了。对对对。然后你如果真的想要去 master Chinese， 你真的一定要去听懂各种口音。不然你会非常吃力，尤其你到中国之后，你发现中文不是那么一回事，跟你学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的感觉。对对对，我完全同意。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很多同学去中国之后，可能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说的没有那么标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标准。中文老师本身就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方法，把他们自己的发音都练得这么好。对。然后呢，他们又在经过后天很努力的把自己的腔调练习的很标准，改掉自己原有的口音了，甚至。所以这个，但是各位同学，你们到中国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中文的口音实在太多了。对对对。所以去适应不同的口音，真的，各位同学你一定要做。那我觉得威廉这个方法也很好，去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都有助于你去听懂各种不同的口音，因为一部电影里可能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角色，里面各个省份的口音都有，就可以一次吸收到很多不同的口音哦。对 ，OK， 好，各位同学，我觉得一定要看电视剧。我们现在很多同学也是都看电视剧哦，所以很重要。然后呢，电视剧看完，你下午还做什么？我吃晚餐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早，可能5点就吃完了。5点就吃晚餐了。所以你看完，你可能做一些英语教学之后，就会看一下电视剧，然后就吃晚餐了。就吃晚餐，对。好。然后就晚上了。之后就到了晚上，我挺喜欢健身，健身 ，OK，就是锻炼身体嘛，也是很重要的，对，就是力量运动啊。然后同时呢，我也挺喜欢弹吉他，所以这段时间我都用来，对，就是干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也是对我的生活有帮助的，就比如说锻炼身体啊，对，没错，对啊。然后就是也有研究表明，就比如说就是弹吉他呀，或者是弹其他的乐器，对脑子也有一些帮助，甚至会就是改一下你的那个脑子是产生神经的一些对，然后乱七八糟的。这个我有一个坏习惯啊，我在这儿我突然马上说，对，我可能。所以威廉，
我觉得威廉你的学习方法很特别，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生活填满中文的学习，但是有时候这样好像也有反效果，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你不那能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太紧，对，这个威廉你是比较不赞成这样的学习法，对不对？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这得看你目前的水平。我觉得初学者的话，你要是现在说的是好，我听说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我现在每天就是一整天听的是中文的东西，然后一直在说中文，我觉得很有可能你很快就失去所有的动力了，因为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根本听不懂，而且你根本说不出来啥，对，你也听，人家说的你完全不懂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浪费时间啊！我觉得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需要通过一个系统的学习方法，就比如说我所说的这个 Anki，或者是就是见仁见智，你自己看，就是哪一些学习方法比较适合你。然后你到了，就比如说，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水平，就是我可以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我可以参加什么，就是一个周末就是只说中文的那种活动，然后我不会觉得太累了，我完全能听懂。对，可能会学到一些新的表达呀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不会太累了，我也不会失去我所有的动力，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你得先看就是自己的水平是什么样的，然后按照你自己的水平来。对，像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威廉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快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全中文的环境里，因为你还是初学者，你可能什么都听不懂，那你在高度失去信心的状态下，你可能很容易就对中文失去了热情，对不对？所以还是一开始利用一些系统性的方法，像威廉推荐的 Anki， 然后尽量去训练一下中文的思维，中文的语感，然后慢慢让中文进步之后，等你中文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时候，再把自己放到比较全中文的环境里，对自己比较有帮助，对不对？对对对，很棒很棒。OK， 那所以威廉一般来说晚上你是不安排学习中文的计划？不是特意的去安排，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跟朋友们出去玩，或者是就是目前我女朋友不是在曼城嘛，所以算是异地恋的一个状态。你的女朋友是中国人吗？是这个太棒了，各位同学，这个威廉我问你，这个也是很多同学问的问题。男女朋友是中国人，对中文学习有没有帮助？有，但是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我觉得我女朋友真的特别好，她真的就也会纠正我的一些发音的错误，她对我特别严格，也会教我一些成语啊什么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用中文来交流，都是一些非常日常的东西，所以很有可能我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对吧？这就是都是你已经知道的一些口语的用法了。对呀，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需要靠一个男女朋友来学中文，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会影响你们俩的关系，尤其是初学者。要是刚开始学中文，然后你谈了个中国女朋友或者是中国男朋友，然后你非要每天跟他们说中文，黏着他这样陪我讲中文吗？陪我说中文吗？他可能会很烦。对呀，那是特别烦。你说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们只能聊就是你早餐吃了什么，然后可能要花5分钟就是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培养感情的一种方式。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是当然有的话是一样，多少少有帮助，对不对？对。但是我认同，就是说，希望你的中国男朋友、女朋友是自然而然的交往到的，不是因为你想要学习中文才刻意。对，因为你刻意为了想要学中文去找的男朋友、女朋友，可能你们的感情基础是在这个学习语言上而已，并不是真的互相很深爱对方。对，我觉得咱们不用利用别人好吗？你不能因为自己你想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是追求更好的自己，所以才随便找一个男女朋友，他们正好会说你想学的外语，这也不好。这个方式也，除非刚好真的很有缘分，他是中国人，那是很好的。对，然后正好是就是你们俩可能交流的时候，就是用中文是比较方便的。对，或者是你们俩可能是就是用中文交流，就是对你们俩的感情来说还是有些帮助。就是你觉得这样的话，他也喜欢，比较顺利，对，教你中文，那就很好。对，好的。
那这个威廉，最后我们已经聊1小时了，好快啊！哦，对，而且我们完全没有理理这些同学的问题，没关系，不用理他们的问题了。最后啊，威廉，你学习中文2年了，相信你也有很多想法，那还有给一些中文学习者的一些建议。所以最后我想请威廉这个给我们现在在线上的同学一些建议。你觉得学习中文应该怎么做，会对中文对中文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你可以给学生一些建议吗？可以。行，那我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对中文学习来说，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就是哪一些方法是最有帮助的啊？我觉得首先你要培养语感，还有就是对，要在怎么做这个呢？在语境中学的词汇，就是你不能就是随便拿一个词儿，然后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添加卡，就比如说你用那个 Anki 嘛，你学的是叫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一些非常简单的名词，你这么做是完全 OK 的。就比如说什么苹果，然后翻译成 Apple， 这个可能不会影响你的这种中文思维。但是你说你学什么进行或者是来这种比较复杂的动词，就各种各样的用法。你要是只背他们的英文意思的话，英文翻译，那你肯定学的不好。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透过 Anki， 它会有个挖空的这个功能，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字知道，然后它用的句子又特别地道，所以你可以学到很地道的用法。对。这个语感的强调，我比较少听到一些中文老师在提，但是威廉在学习中文上有一直强调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语感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把这个语言脱口而出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母语者在说话的方式。本来我们就是要贴近母语者使用语言的方式嘛。对。所以我也蛮认同语感很重要，所以同学要去培养语感，自然而然讲出来的就是对的了。甚至像威廉是不学语法的哦。甚至你有语感，连语法都不太需要去学习。对。好，第一个，威廉建议大家语感要培养。还有呢？还有就是你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我觉得大量的输入也挺重要的。就是这不仅仅是听什么各种各样的口音啊，就是对你的这个听力有帮助，而且也是跟培养这个中文思维有帮助的。就是如果你只听的是中文的话，那你的这个表达方式就会接近你听的那些。对。而且也是我挺享受这个过程。你说你用中文追剧，或者是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那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可以享受这个过程，而且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对，很有成就感，然后很有动力。对。OK， 所以威廉第2个建议就是，当你的中文水平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威廉你的意思就是去享受这个语言，对不对？享受，对，可以这么理解。使用这个语言，把这个语言用在你的阅读上，把这个语言用在你的日常跟别人交流的活动上，把它用在看戏剧上、看电影上，然后进而去享受中国的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然后去享受这个语言带来的好处。我觉得这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对，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对，真的各位同学真的听李超老师的这些建议啊，对，我真的觉得是你要用中文享受生活呀，就是你要不管你干的是什么事情，要是能通过中文来做那件事情，然后是更了解中国的文化，那你肯定特别有动力，而且特别享受这个学外语的过程。对，它不是那么痛苦的。因为我一直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学习，语言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还有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不要把中文当做一个语言，然后很古板的去学习。你要把学习，不管你学得快或慢，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把语言当做一种生活态度，当做一种哲学，让你这个哲学是可以充实你的生活的，不是让你有那种比较的失落感的。我讲的没有他好，我好伤心哦。不是，学习语言是让你扩展眼界用的。对。好，有同学说你是中国人吧？赶快把你的面具拆下来。行，我现在就摘了。Norbert 问的比较医学的问题啊。Norbert，
直播课后你再问威廉吧。行行。好，威廉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同学们？行，那最后一个就是交一些中国朋友。我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个条件，但是就算你不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其他的是华人比较多的地儿，你也可以交朋友。就比如说你到什么语言交换的那种网站去找一下也行。对，但是咱们得尽量接触中国人，接触的多之后，就自然而然你的中文就会。你是能看到很明显的进步，对吧？没错。好，这个威廉最后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学习语言，你不要关在自己的书房里自己读，这样中文是不会变好的。你应该多多去跟母语者交流，知道母语者怎么使用这个语言，你讲的才会地道。这个我蛮认同的，就是多多跟中国人接触，多多跟中文的母语者接触，然后去听听看他们怎么说。多一点 input， 你的 output 也要有，我觉得output 也要有，然后去试试看你的 output 是不是很地道。我觉得中文会进步的很快对，好，太棒了。好，那威廉今天很开心，我们时间刚好1小时到了。这个我今天跟威廉聊天，我也学到很多比如说学习写汉字的时程，我觉得我也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特别威廉去讲到我们说中文尽量使用中文思维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从威廉身上学到很多。还有就是我觉得 input 跟 output 应该要平衡，这一点我跟威廉是英雄所见略同对，我觉得 input 跟 output 大部分的中文老师都强调 input， 但是我觉得 output 也非常重要。对，output 不管是对还是错，你都要把它输出。才有纠正自己的机会。对啊。好的，太棒了。好，威廉，以后有机会我要多多采访你这个威廉，这个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已经跟你敲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一次，不过下一次就是在大叔中文见了大叔中文见。那威廉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大叔中文是可以剪辑的所以是吗？可以没有关系。那就好，可以把不好的地方都剪掉了好，威廉，最后一个问题问你，请问你那里现在几点了？我现在4点33分，下午4点下午4点多，好，差不多要吃晚饭了对。好，那威廉，你的同学好像在旁边监视着你是吧？对，他在旁边一直看着你，对不对？对。中国人吗？对，他是中国人那他应该听得懂。他应该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对，他完全能听懂，他就是教我的他告诉你这样对。好，太棒了好，那各位同学这次的这个访谈相信你们也获益良多。觉得可以学习的就把它学习起来像小老师就要学洗冷水澡这个部分还有咖啡我本来就爱喝了我觉得各位同学你要学习一个语言，我认为2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时间管理还有自律当然学习语言可以是一个很 flexible 的事情，然后你喜欢就好，但是你想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进步，你势必要在时间上做管理，然后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自律性，你要求自己做到哪些事情，你的进步会比较快一点。我认为这2件事情呢，这个威廉都有做到，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威廉学2年讲的跟母语者一样好我学了20年中文了，我都还不会说，那你去思考一下威廉的方法适不适合，然后洗冷水澡可不可以然后呢，你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你有没有做时间管理，我认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思考一下自己学习的方法所以这个威廉的学习中文的方式给各位同学做一个参考。那今天谢谢威廉参加我的节目太棒了对，而且呢不要忘记啦，你们赶快等一下结束了去关注，要订阅我李乔老师要看订阅人数有没有变多谢谢马上订阅好，那威廉就今天先跟你聊到这儿李乔老师祝你的频道蒸蒸日上马上突破这个1K，马上突破1000个
subscriber 啊。太硬了啊！对，好，在这儿那我们再次感谢理查老师，这是给我这么个机会，也真的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明天方法。大家都要洗冷水澡啊！有人说你很帅太棒了。谢谢啊！那威廉，我们就下次见喽。我行，们下次见。这个有机会再多多跟你讨教学习中文的方法。好嘞，好嘞啊！好的，那就这样喽。OK，谢谢你啊，拜拜，拜拜，拜拜。拜。好，好的，这个威廉同学的分享很棒。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去思考一下你们学习中文的方式。学习中文当然愉快、轻松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进步的话，自律是很重要的，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威廉也告诉我们，这个去培养中文的语感跟思维也很重要，这个我也很认同。所以各位同学，经过今天的访问之后，你去想一想是怎么学中文的你是怎么学中文的？最重要学习中文就是你要有兴趣要有热情好 OK， 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 HSK 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咯，晚安了各位同学，明天见，拜拜。